谢谢你来到我们开放麦做客。非常高兴，非常高兴能来。你是在谷歌等于说做了20年将近这样的一个搜索公司啊？是的。但是我按照自己慢慢使用的习惯，确实觉得我现在寻找很多答案，直接就用 ChatGPT 或者其他的 AI， 这个会不会是对谷歌的一个冲击呢？是的，首先我在谷歌做了19年，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搜索的这个实际这种研发工作，但是从很近的距离看了很多事情。虽然最近离开了谷歌，但是我一直非常关注这个所谓的这个现在 AI 的发展，尤其是这个生成式 AI，对吧？Generative AI 的发展，因为它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这个日常的这种生活，包括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就已经，我感觉好多我本来以前要用谷歌检索的事情，我现在都用那种AI，我用另外一个我比较喜欢叫 Perplexity， 对，它是还是一个 startup，它就用 AI 做谷歌，它想用 AI 代替谷歌的检索，而且做得非常好。我感觉我90%以上日常的这种检索需求。他们都满足了，所以我就不需要用Google 了。这 Perplexity 我看了一个这种商业杂志的这种网络上的报道，感觉挺年轻的那些 founders 啊，好像2个印裔的，一个华裔的。是的，3个人非常年轻，他们可能都还不到30岁吧。都是大学毕业之后完了 I think 他那个主要那个 founder 印度人，他是后来上了 PhD 在 UC Berkeley。完了，直接就去谷歌的这个 AI 检索做 intern， 完了后来又到 OpenAI 做 intern， 完了之后直接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就是一点时间都没有耽误。但是他确实很厉害，做得非常棒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包括 OpenAI 它的 ChatGPT， 谷歌自己的 Gemini，也都想在同台竞争啊，所以说他跟在这些这么庞大的公司竞争这个怎么说呢？环境下，他能做的，我个人觉得做得更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用了一下啊，我主要是看中它，就是其实也是你介绍的，是一种 real time 的一种搜索结果。就是说我问，比如说这几天川普在中东做什么了？对，它非常的快啊！我觉得说，我也用 GPT 用过这样的东西，它也有一个 search 的一个 tab， 我可以选中这个再去问，它就开始 searching the web， 然后挺慢的，有时候我觉得反应时间得有10秒，它才会生成答案。Perplexity 就是就出来了，这个非常神奇。我自己也觉得，其实它确实非常快，而且我现在都不太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因为这个很不容易。你都不清楚他怎么做到？因为这个很不容易，因为谷歌的算力，包括 OpenAI 的算力，他们的算力肯定是比他更厉害的。那都是服务器堆起来的。对呀，但是说他能做到更快，我觉得他就是非常的 focus on 这件事情。说到这个快，我觉得咱们可以谈谈谷歌的历史。好啊，对吧？是谷歌是我记得应该是1998年正式创立的。就是2个 founder 嘛，他们是 Stanford 的 PhD，一个 Larry Page， 一个 Sergey Brin。但是呢，他们实际上开始这个 project 是他们一开始是叫 Backrub 这个 project， 就是磨后背。对，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叫这个搓背。当时他们在 Stanford 还在学习的时候，1996年开始的。1998年正式改成谷歌，正式开始上线，正式开始对外服务。谷歌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做这种全文检索的，作为这种互联网检索的公司。最早还是雅虎是吧？不是，最早有好几个，比如说叫什么 Inktomi 啊，有好几个。都在做什么叫 Web Crawler 啊？还有个叫什么 AliWeb， 我记得 Alta Vista， 还有一个叫 AliWeb， 跟阿里巴巴没关系啊。AliWeb 这都是他们都早于谷歌开始做这个事情的。但是为什么谷歌后来居上，把其他的基本上都干掉了，对吧？是谷歌他专注了几个点，其中一个点就是快。对。就是当时谷歌的这个创始人，他们就说这个一定要我的检索结果一定要在200毫秒之内返回来。
1/5秒。对，就是说让用户这个是人类感觉不到的这种，就是基本上他就人类200毫秒以下他就感觉不到这个差别了。但是200毫秒以上他就感到会有点慢。对，所以当时谷歌就特别的这个就专注这个说一定要快，他就各种算法各种算力，他当时一个快。第二个呢，谷歌关注的就是这个当然是 quality 了，对吧？因为这个检索的质量要好，你不能之前就是很多就是说你一检索就给你一堆乱七八糟的这种检索结果，当用户觉得不 make sense， 你自己再甄别还要花很多精力，对，不相关。他谷歌就非常关注这个叫 relevance， 对吧？第二个这个就是主要就是谷歌所谓的最大的一个贡献，它叫 page rank。page rank， 对，这个 page rank 不是那个页面的那个 page， 是 Larry Page 的 page。是 Larry 他这个 founder 他研发他提出了这个应该是一个专利，当时是叫 Page Rank， 但是很多人认为是个 Web Page Rank， 但它是 double meaning 了，我觉得没错，非常好。就是他就是说，我不通过这个网页的它本身它这种字面的意思，而是通过网页跟别的网页之间的链接的关系，就是别人会不会用你这个链接，对吧？我记得 Page Rank 就是别人引用你的这个越多，而且如果别人引用你，这是一个更有名的网站，对吧？比如说当时的雅虎，如果引用了你了，那你这个权重会更高。权重对。所以说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是快，第二个是好，对吧？质量好。第三个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用户体验。就是非常的这个用户界面非常的 clean 简洁，非常简洁，对吧？所以当时就是你看，当时是雅虎独霸天下的时候，你打开雅虎，这到好多链接，对吧？满眼都是。雅虎我记得当时更像一个 portal， 它就是 portal， 就是说它是分类的，就像更像图书馆，就是分了很多类，它给你放很多东西上来，对吧？是。但是 Google 当时就是说独树一帜，我就一个 search box， 对，就一个是检索这个按键，两个，一个最后有一个 try your luck， right？ 对，最后叫 I'm feeling lucky， I'm feeling lucky， 对，那就是为了玩，基本上就是那一个按键，对吧？所以说这三个就是奠定了谷歌的这种一统天下的这个基础。当然了，就是这能做到这三个非常不容易。所以说谷歌当时非常厉害，就是他不是说光想到我这个三个很不容易，更重要的是说他能把一帮这种精英的这种这个 engineer 集结起来，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做到这个规模。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 Perplexity， 其实它在完全的这个跟着这个谷歌的这个路线在走，要快，对吧？因为现在 AI 其实更慢嘛，因为理论上讲 AI 就是它要用很多算力，它完全是跟以前用检索是不一样的，是它本身就慢。就是它要做到快，它要做到好，这个质量，对吧？不能说这个 AI 有时候还会叫 hallucination， 就是说胡言乱语，对吧？它就为什么让它少乱说话，对吧？第三个就是说这个 UI， 用户界面要非常的这个clean，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这个路线它是一直在走谷歌的路线。我现在打开的这屏幕上就是这个界面，真的就是一个 search box， 然后它的名字。然后底下有一个叫现在的活动啊，然后去疑难答疑，这就是蛮简单的。我确实试了一下，非常非常的快，而且这个关键是说，它怎么能把那么新的信息能够整合进来？用 GPT 的体验哈，就是说我如果说问川普在中东这几天怎么样？他就开始搜寻这个网页之后，他会我们先看到的是他把来源列一下，比如说，这是什么 NBC， 这是哪儿报道，然后慢慢他才总结这个东西。对，但是 Perplexity 基本上就是说，我觉得达到了一个实时的，而且有些信息真的是感觉。也就是上一个小时出现的东西，他就能抓到。对，那他是怎么抓的呢？他抓这些难道不也是一个小型自己的搜索引擎吗？还是什么呀？他是在的。如果你去他的网站去看的话，因为我个人对他比较感兴趣，他在塞尔维亚，他创建了他自己的检索团队，所以他是有他自己的他是在建他自己的检索。因为他并不是说一开始我以为他可能就是靠这个 Google 的 API 啊，或者是靠 Microsoft 这个 API， 就是直接说给我这些检索结果，好像不是，好像他现在就是完全就是 vertical integrity， 就是说完全他 in house 他自己做，他有自己的检索的这种机制，做得非常好。
这挺夸张的，因为谷歌是这已经是20多年、27、8年才积累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功夫，它怎么可能一个 startup 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搜索能力？还是说你觉得它搜索可能也是 target 在一些领域，它不会说整个互联网去像谷歌一样去爬虫去抓吧？应该是，我觉得他现在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算力去做到谷歌那个就是全部覆盖住，他可能还是非常有选择的。比如说至少咱们在美国的用户，对吧？咱们在硅谷的用户，你会觉得感觉体验很好，但是你要比如说别的国家可能就会差一些，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我给看了一下这个 CEO 他的接受的一个采访，他还特别的强调了，就是说像浏览器的重要性。我也想一想，是哈，以后原来的时候浏览器，你想原来什么 IE 把网景干掉，然后后来现在你看谷歌用 Chrome 基本上把持了很多的江山，这就成为他的自己的这个平台之上的一个 portal， 然后你不得不去用它这个作为入口，然后他就可以把相关自己的优势完全展示在你面前。是的，那这个 CEO 他还是觉得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个 Chrome 从谷歌剥离，他还反对这个所谓的反垄断调查。是的，这是什么个想法呢？他这个是他这个他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其实觉得就是那个我倒没有具体的观察，但是说实际上他这个公司也在自己开发自己的这个浏览器，但是呢，他为什么说他不赞成，就是说把 Chrome 从谷歌剥离，就是因为谷歌其实 Chrome 本身它是后面是一个 open source project，Chromium 开源的，对吧？所有其他新的 browser， 包括他这个公司他自己在开发的 browser， 都是基于那个开源的。因为他认为谷歌不管怎么着，谷歌有很多地方你可以说它是，比如说有反垄断的嫌疑啊什么的，但是至少在 browser 这块它的开源做得非常好。是他一直把开源做得非常好，他才能允许别的小公司，像他们这种新的小公司，才开发他们自己的这个新的 browser。他们自己也在做，叫 Comet。对吧？是彗星吗？彗星，对，他们还没有推出来，但是说在内部在开发。我认识以前有 Google 的这种 engineer，就是 join 他们这个公司的人说，内部他们测试非常好。当然，肯定他这个你可以想象嘛，他这个新的 browser 并不是说就给你一个新的 browser， 对吧？它完全就是一个 skin， 不是只是个皮肤，对吧？它应该肯定就是 AI native， 对吧？比如说现在已经有一个出来叫 ARC。有时间你可以去试一下，就是它这就是新的一个browser， 它叫是 AI， 你可以是 AI powered 的 AI native。我还没有用的太多，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你在看一个网站的时候，旁边有一个sidebar， 对吧？你可以跟 AI沟通，说你可以 summarize 这个网站给我，或者说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说他们想做这种事情，我想可能谷歌内部也在考虑，也很有可能在做类似的事情，是的，但是他们不可能公开说出来，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 browser 战争是一触即发。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因为你控制了这个，就相当于控制了入口。呀，这就是入口对吧？以前就是说微软为什么那么厉害，就是说他说只要是我控制了 Windows 就可以了。但是后来从这个操作系统提升到这个 browser 就是新的操作系统。所以为什么谷歌一定要花大力气开发出这个 Chrome， 把它做成是最market share 最大的，就是这样。现在这个逻辑还没有改变。是，因为 Perplexity 虽然做得非常好，它还是小众产品，对吧？因为公开的数据说，谷歌的这个 Gemini 现在可能有half a billion， 就是5亿用户就用过了，对吧？但是 Perplexity 它可能它的用户数据，它的这种用户 base 可能只有2000万，就是差的太多。不，在这个科技行业里头，有时候就是它的爆发性成长，一旦说被人知道它的这种优势的话，它可以指数性的增长，对吧？很多产品我们看到都类似，当然也有很多上去马上就消失的哪怕像什么 Clubhouse 这样的社交的东西，都是忽然就来了，忽然就不再听说了。但是我听说，就是说主要是 OpenAI 想买 Chrome。也就是说，在这个反垄断调查后面，还有这么一个巨兽在等着捡便宜呢。那这就涉及到，就是说，到底这种
所谓的非盈利的模式和商业的模式，到底在这个 AI 里头扮演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角色？为什么 Elon Musk 那么反对，就说 OpenAI 变成一个商业公司呢？你是怎么看这事儿的？对，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 OpenAI 就可以叫 drama， 对吧？就是说这个它本来是一个创立是一个完全是非盈利组织，是Elon Musk 呀，包括当时比如说那个 LinkedIn 的创始人。好多所谓的这种硅谷这种大咖都当时出了钱投了资，就是他们当时的刚开始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很简单，而且非常直接，就是怕 AI 这种非常可怕的科技被某一家商业公司垄断，而且这个某一家商业公司就是 Google。是对吧？因为 Google 就是一直就是说，确实是 Google 的这个技术研发这个整体是非常强，这个没有之一。Google 就是现在就是，尤其是包括在现在，我觉得在 AI 这个领域都是可以说是最厉害的。对，所以当时为什么他们创立 OpenAI， 就是为了说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是吧？所以说为什么要做这种open source 或者这种非盈利的？就是说，其实 OpenAI 也不是 open source， 对吧？你说的没错。对，这是不同的理念，就是说 open source 和这个非盈利是两回事。它可以是 closed source，但是说它也可以是非盈利的，对吧？所以它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个东西不能让所谓的谷歌垄断，我自己要做出一套来，将来别的人可以在我的平台上用。但是我觉得最后他还是碰到了瓶颈，这个瓶颈就是钱。因为这个现代这个 AI 现在的 AI 太烧钱了，对啊，太烧钱了，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这是我个人的这种推断啊，就是说可能他当时也没有人，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这么烧钱，光是这个几个大咖，这个免费的投资一点根本不够，所以他最后必须得转向。所以说转向这种搞成这种非常奇怪这种 structure， 对吧？就是最顶层是non-profit， 下面是有 for profit， 很有意思啊。但是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因为就是现在至少现在这个最新的这个 AI 的这种技术，它太需要钱了。它不只是说芯片需要钱，它不仅仅是开发这种模型或者训练要钱，它关键也很耗能源，对吧？没错，光电费就特夸张了。是的，是的。我最近好像这2天才出来的，Elon Musk 他不是在做 XAI 嘛，对吧？就是说他 Grok， 那个也做得非常棒。但是伊朗就是说他其实他需要最理想的，他要建一个新的这个 AI 的这种data center， 光是给这个 XAI 用的。这个理想的规模是什么呢？这个 data center 要用掉美国全国的电力。是我那天还看到，就是也是谷歌的以前的，好像是 Schmidt， 他说了一句说什么，说未来的 AI 差不多是99倍的现在的人用电的量，也就是说99%未来的能源都是用来 AI 去工作。是，哇塞，这个，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持续，对吧？因为你这个确实是从能源的消耗来讲，这个太巨大了。那 Elon Musk 当然他又开了很多脑洞，他说我们必须得用太阳能，对，然后他就说太阳能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接收器不够，因为太阳离我们很远，对吧？它那个光过来的时候，在你的这个表面积上能够留下，你哪怕把地球整个都铺满太阳能板，也好像只是什么 one of a trillions， 是1/1000级别那种能量，那个他觉得不够。他的想法是说，我们能不能在其他地方布满在空间上的一种伞，然后把这个能源再弄下来。当然，这脑洞开的也太大了啊！但是伊朗非常厉害，就是当时谁也没想到他能把这个 Starlink 做出来，他就做出来了。所以说，但是我真觉得这种级别的这种能源消耗，是不是真的就是应该是最终的这种路径？我个人抱持很大的怀疑，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现在这种 AI， 它确实有突破性的发展。我觉得咱们可以also回溯一下，咱们再谈谈 AI 的历史，好吧？
AI 就是基本上它是你想现代计算机是30年代40年代开始的，就是二战期间开始发展起来的，对吧？当时最主要的第一个 AI 的这种 event 就是阿兰图灵，对吧？他是非常一个 genius， 一个天才，计算机天才。1950年他提出了一个叫图灵测试，这个非常有名，测谎的，对吧？对，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怎么能，当时他就想到了，因为这个很奇怪，当时还没有现代计算机啊，他已经想到了说我要设计这种测试，来证明一个机器或者一个计算机是不是达到了人类的智能。对。其实这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说你让一个人和一个所谓的机器对话，用自然语言对话，如果这个人不能确定对方是人还是机器，就可以说这个机器具有人类相当的这个智能了。就这么简单，对吧？这个非常简单，就是说你是呀，你跟另一个所谓的存在的这种事物跟他交流，你不确定他是不是人，那就说明你觉得他就是人嘛，对吧？他跟人一样，至少有人，所以从那儿开始的。完了，1956年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这个 term 第一次被提出来，是在好像是达特摩斯考了大学，从那儿开始，对吧？英国对吧？达特摩斯应该是在美国OK， 东海岸那个。对对对，应该是有4-5个那种当时顶级这种计算机科学家。他们提出来这个概念，完了当时就特别火。50年代后期、60年代，大家都竞相的投资，说这个东西很快就能做出来了。因为觉得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没有做出来。完了到了70年代呢，这个东西大家就说投了这么多钱，烧了这么多钱，没什么做不出什么东西来，就遇到了所谓的叫 AI 寒冬。70年代就大家都不怎么做了，没有投资了。80年代呢，又回过来开始走另外一条路，也不叫另外一条新的路径，就是所谓的叫 expert system， 专家系统。但是这个专家系统跟咱们现在看到 AI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它意思就是说，我把所有的人类的这种 knowledge 这种知识，我全把它定义成非常完整的这种架构，把它定义出来，就是说把它定义成这种规则。对吧？你怎么样判断这是一只狗，怎么判断这是猫？我就定义说这个它应该有什么确认，一步一步定下来。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完全定义所有事情的。对，而且这样挺危险的，非常危险。就是说，这很容易出错呀。对啊，谁定义啊？谁能够那么准确的把这个事物的本质说的那么清楚呢？是的，很困难，我觉得。所以说，当时火了80年代火了一阵儿，但是之后也就走不下去了。90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特网，对吧？网景出现，这个因特网互联网开始这种。开始吧，尤其90年代后期，包括谷歌，当时为什么谷歌出来了，就是因为当时网页太多了，大家信息太多了，对吧？反而找不到可用的东西。是的，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因特网的产生，促进了第一个，我觉得就是 AI， 就是现代 AI 这种需要的东西，就是 big data， 大数据，对吧？因为到现在大家你所有的数据如果不能存在于一个很好被计算机处理的这种状态的话，就是 text， 对吧？的话你没有用，你再有机器你也学不到，都在每个人的脑子里面，都在咱们日常的绘画里面，它都没有被记录下来。所以说，因特网是第一次大规模把整个全人类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知识也好，对话也好，全部也不能说全部吧，大部分有很多被记录下来了。对，所以说就有了第一个要素，就是说 big data 有了。第二个呢，就是90年代末期2000年初，这个GPU 做得越来越好。当然 GPU 大家对，当然大家就知道，就是为什么叫 GPU， 就是说它是 Graphic Processing Unit。到现在还有人说，不就是游戏显卡吗？就是游戏显卡，还是说的是游戏显卡？就是游戏显卡，这是一个，它是一个 accident。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为了 AI 设计的，对吧？它只是为了游戏。但是我回去看，我就稍微 interject 一下，你喝口水哈。当时我看到一个这几天不知道谁把黄仁勋一个很久之前的，那个时候一看就是好年轻啊，感觉20多岁那个样子，还没有开始穿黑皮夹克。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就说我们得为拯救这个个人电脑的灵魂而努力。他说 We have to
叫什么 Keep the soul for personal computer，他说现在的 personal computer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它更像是一个以前简单的这种打字机，试图就用一个新的方法把它包装起来。他说这不应该是个人电脑的明天，我觉得这是错的，这样就使它没有灵魂了。你说他那个远见其实还是很早的时候就埋在他的心中了。是的，太传奇了，我觉得，因为现在我觉得NVIDIA 就是英伟达。作为一个公司，它已经上了3个 trillion 了，对吧？就是仅次于跟微软不相上下，是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但是它的员工可能只有比如说谷歌的1/5。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这个英伟达现在这个作为一个 business 是太厉害了。但是回到咱们就说 AI 的历史，对吧？GPU 出现，完了 GPU 被发现到说，哎。用 GPU 做这种AI GPU 可以做大量的并行运算，这种矩阵运算、并行运算，这个正好是现代 AI， 尤其是这个 Deep Learning。所以说2006年Deep Learning 被提出来，这就是一个算法是一个架构，它不叫算法，是一个架构上面的一个突破。因为之前一直在说神经网络，但是没有人真正发现说具体怎么样把这个神经网络能做出来。大家都知道是多层，是多什么。你想象就是说是这个概念，但是它真正把它做成一个可实现的架构，就是 deep learning， 叫那个深度学习 Jeffrey Hinton， 他当时就提出来这个东西，2006年应该是。所以说你看，这个有了这个架构，完了又有了这个实际的算力，就是大量的 GPU 并行运算，最后起爆的是哪个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其实 ChatGPT 出来的时候2022年，但是那之前最重要的这个事件是2017年，就是当时谷歌发表了这个所谓的 Transformer Paper，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这个这个 paper 就是它列出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算法的这种最新的算法，做这种最后就导致了这个大语言模型的产生。所以说你这么一路看过来，就是说，最后就是现在为什么这个 AI 一下突破了这个所谓的瓶颈，一下就说这个图灵测试很简单就过了，对吧？你现在找任何一个 AI 都觉得它跟人一样，至少是你普通的交流。是，所以说就是这么几个要素 ，big data，海量的 data 在因特网上现在也有了，还在不断的产生，是对吧？第二个是 big，这个 compute。大量的算力，第三个就是这个最新的好的算法，所以说这3个如果都全了的话，这个东西一定会出来的。是，但是最后被推出来最先推出来是ChatGPT。其实当时谷歌内部一直在做这种事情，但是谷歌没有把这个最先推出来，因为从它来讲，商业可能利益不是特别的 make sense， 因为它还不太 sure， 因为谷歌还是一般是比较保守的。但是 OpenAI 把这个东西推出来以后，所有的公司都一看说，这个必须得all in。是啊，当时我记得有很多在谷歌工作的工程师，他们说那段时间就是马上就 all hands meeting， 然后所有的部门都必须开始 AI 方面的一些调整，对吧？是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像小的这种初创公司 Perplexity， 还有什么叫 Exa 是吧？好多这种其实可以做这种实时搜索的整合的这种人工智能，那会不会真正冲击到谷歌的主业？因为谷歌在搜索领域，那真的不只是说简单的垄断，它基本上就是全吃，是吧？那如果说它这个地位被动摇的话，那整个不只是它这个公司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少，那同时我们使用互联网、使用个人电脑的方式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觉得现在有没有真正的危机感？它有没有真正的赶上这个时代的精神呢？危机感是绝对有的，因为当时我还在谷歌内部的时候，
就是这个 ChatGPT 出来之后，确实公司内部立刻就反应非常强烈。但是说怎么个至于这个怎么个就是说对应的这个，现在还 too early to say， 还太早。昨天我还收到一个邀请，就是说你现在以后的 Google Drive，right， 你这个 Doc 这些东西的应用，它都给我一个叫 limited time 的有限时间的这种应用，它可以帮我去更好的搜索我想要找到的东西。然后它搜索的这个结果，我也发现在最左边有一个叫 AI Mode 哈，人工智能模式，但是我基本上不怎么用。是，所以说你就明显能看出来，这个其实从技术角度来讲 ，Perplexity 能做到的，谷歌一定能做到，对吧？就是从技术来讲没有任何问题，谷歌可以 compete， 就跟这些小公司 compete， 但是为什么它还是扭扭捏捏的不愿意把这个东西一下推到前面呢？就是还是跟钱有关系嘛，商业模式有关系。谷歌现在是好像是一年应该是接近4000亿美元的收入，没有人敢在谷歌就说那咱们就把这个全部就把 AI 全部推出来，广告别管了，是该怎么着怎么着，不可能，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就是谷歌面临的最大的一个 dilemma， 就是两难之处，就是说技术我有，我也可以能做到非常好，用户我有，但是说这个钱呢，我感觉谷歌还在摸索，大家都在摸索，包括 Perplexity 也在摸索，因为他现在也是在烧钱的状态，他也没有赚钱。对，唯一赚钱的模式就是说你月费，对吧？交20块钱，但是扪心自问，有多少个用户会愿意每个月交那么多钱？就是用检索呢，不太现实。所以说最终来讲，他一定要 figure out， 就找到一个就是说。免费的，对大部分用户免费的这种商业模式。那么到现在最好的这种商业模式就是谷歌的这种检索广告，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他还在摸索当中。但是如果说他用的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就是说我不敢动这个东西，我不敢动这个派。别的小公司无所谓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烧钱，我只要把用户体验做到相当的好，我把用户的这种base grow 的足够大的话，他们可能就 take over 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还是太 too early to say。所以我们要再看，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 Perplexity 它也在，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会下面有一个叫 related， 他会说建议你是不是要问别的问题。OpenAI 也是这样。对。现在一个最主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那个在那里面你可以加广告，对吧？但是植入性的，但是你不可能像谷歌现在这样，你一个页面一个检索结果，你可以插5、6个广告，不太现实。你顶多插1个，顶多2个，我觉得，对吧？因为你 AI 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它的相关性非常强。对，所以说你应该就说 AI 可能就说是你可能是在问你要买一个新的 iPad、iPhone， 对吧？根据你的需求检索，我觉得就建议你买 iPhone 15就挺好。就一两个就可以了。他不可能是你要是给他插多个这种广告的话，用户又体验又非常差。对，是。所以说这个跟谷歌现在他这种就是说大量的展示这个广告，当然还是比较 picky 了。谷歌也不是说乱弄，但是说它可能一个页面有4、5个广告非常有可能呀，就不可能了，就是跟它现在这种模式是非常不吻合的。那其实谷歌这么大的公司，就是更像是一艘大船，它想转一个方向是非常非常困难。首先内部可能就要 debate 一段时间，然后它的这种对资本市场的反应也很看重，因为它市值这么大，一个初创公司就和一个小快艇一样，我想往哪儿去我飞快就去了。是的，甚至和这种我们有时候开在高速公路上弯曲，你看到那个有时候很大的一个鸟被一个很小的鸟那小鸟在空中真的是欺负那个大鸟，那大鸟就没办法，因为它转弯很慢呢，非常非常。那它可以买掉它，对不对？就是说谷歌，那你说如果 Perplexity 我看看你，如果你做得好，我把你整合进来，这是可能的，肯定会有这种想法的。但是说卖不卖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很多的时候，可能他觉得说，我开这么多，然后人家还是觉得说不值得，对吧？其实原来谷歌一开始的时候也遇到过，对吧？好像是说雅虎曾经是
开了一个价格，然后谷歌说不行不卖，然后后来比它就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了。是当时谷歌其实是反过来，当时谷歌因为这两个创始人他们也并不是一定要做到多大，他们做到差不多也累了，想回去读他的博士论文，完了他就说卖掉吧，卖掉可能是当时雅虎是当时最火的一个公司嘛，就给他们体验，我也忘了是1个million还是5个million忘了，当时很便宜的一个价格。是雅虎没买，对，后来逼着他们只能自己做下去。但是我一直这么想哈，就算是雅虎当时把他们买了，也不会成为今天的，也不会成为今天的谷歌，因为它的这种 DNA 完全不一样。如果雅虎买了当时的谷歌的话，那就没有今天的谷歌了，就会有另外一个小的新的跟谷歌做类似的东西，还是会把雅虎取代的。这是我的看法。我相信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公司和家庭很像啊，有时候它是有一个基因在里头的，这东西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基因就可以突变的，外界也不允许，你自己也很难内生这样的一个逻辑去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怎么可能呢？哎，Tommy，你说这2天我就说川普去中东这事儿哈，挺有意思的，说黄仁勋Jensen 也跟着去了，然后呢，说沙特主权基金还有其他的那些超有钱的这些老钱，然后说 OK， 我们要准备买什么18000个什么 H100啊，然后说我们要做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种算力中心也好 ，AI 的这种 farm 也好，为什么突然之间？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他们突然之间想在这个 AI 上有所建树，这可以理解啊，他们不想一直依赖石油嘛。可是你觉得这个可以实现吗？这个真的实现了地球村了吗？就是说我们无所谓这个东西 data center 或者是说这个 AI 建在哪，我们只要它有能源，咱们建在那儿也行。你怎么看待这个变化？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倒是挺 make sense 的。因为虽然现在说，当然了，美国还是最大的这种最中心的这种 AI 这种研发，但是至少现在这个技术来说，你需要很多，你要烧很多钱，来买这些 GPU， 来把这个装到这大型这种data center 里面。沙特阿拉伯沙特他又有很多钱，而且他确实想转型，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great move。就是说非常好的一个战略契机、战略转向，对吧？包括这个 politically 这个政治方面，他们现在也比较吻合，至少跟现在这种川普这种政权比较吻合。我觉得很 make sense。他们有钱，美国这边有技术，而且它有油啊，有油，对。而且最后如果说你要是说油最后不用油了，做 solar 的话，它有大量的土地可以铺，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蛮 make sense 的。而且这里头有可能有地缘政治的一些考虑，是特别对英伟达来讲。我相信说，美国政府不断的施压，说你不能卖中国，对吧？H20你都得给我继续减算力，然后肯定英伟达是很不高兴的。但是说，我给你开一条新路好不好？然后这边的客户比你那边还能买，这就挺好的解决方法。对，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很 win-win。而且我这是民间听说的另外一个版本，说关于中国电车的问题啊，就说为什么中国要发展电车呢？其实很大的考虑就是说，我们未来能源真的是个问题。那中国其实西北、西部整个的这种荒漠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怎么在这个方面能够有一点点机会呢？我们太阳能板又多，说实话，光伏产业基本上是中国一家在 run， 就是把撞成白菜价。那咱们就在这个方面能够形成一些这样的一些力量，留着这个天然气和石油呢，是给叫军工的这些东西，因为那个东西你用这个电池可能还是不够现实，对吧？太重了。一旦打起来的话，你运电池嘛，对吧？来不及充电，来不及，就得用原来的这种老的能源。是的，你这当然这是民间的一种说法。我觉得挺有道理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Well，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 AI 的可以观察，或者你
过去其实不算是 AI 这个领域的，对吧？但是我看到很多的硅谷的工程师，他们都开始转向更多的自我学习的时间也好，或者去了解，甚至在创业方面都往这方面靠。而且很多人还真的在短期内就能够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突破的。是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个人对这个 AI 就现在这种新的这种 AI 这种技术也是一个 journey， 对吧？我也不因为一开始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是挺震撼的。我一开始用就是因为我讲3国语言嘛，对吧？英文、日文、中文我都讲，所以一开始我就说，那我就试试这个翻译吧，因为这3国语言就是之前大家都知道，谷歌翻译是。不怎么好，对吧？有可能一个小短句你还可以，你要是一个文章就很麻烦了。但是你用 ChatGPT 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几乎完美，是，而且不同的语言不同完美。所以那是最震撼的一个时刻。但后来呢，之后大家都是说，其实你看你把它这个盒子black box 把它掀开的话，里面是很复杂，但是基本上它就在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在。努力的在推测下一个词儿或者是字儿，是，所以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我说虽然它感觉很 fancy， 但是其实它还是 just predicting the next word，not that big deal。是，但是之后我越来越用，就是觉得 it's not that simple。是吗？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大家一直在说，就说这个。现在这种 AI 它到底有没有人类所谓咱们这种意识和理解？因为咱们人类就是说，你不管怎么，你有一个你自己内部，你感觉到你对一个知识，你对一个东西理解之后，你会有个架构把它架出来，对吧？对，它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是，怎么证明它有还是没有？最近就是另外一个AI 这种也是他们是做这种大模型叫 Anthropic。他们可能是大概是排第2、第3，之前都是 OpenAI 出来的这种 engineer， 他们又新创了一个公司叫 Anthropic。完了，谷歌也对他们进行了大量投资，他们内部就做了一个测试，就是他把这个相当于是把这个听诊器，就像跟咱们医生一样，把这个 AI 做成看着一个人的话，他把一个类似于听诊器这种机能放进去，看这个 AI 到底回答人这种问题的时候，里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他们据他们了，但是网上都有个 video，说他们确实发现这个 AI 本身是有理解的，它并不是说我就在一个字一个字在说，它其实它内部是有一个架构的，所以说这个非常的我觉得合理，就是才解释了为什么说 translation 这么好用。比如说你问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可能在中文这个网页里面还没有什么提到的太多东西，但是你要是用 AI 的话，它可以用中文给你讲的也非常好。对，所以说它就能证明，其实证明就是说这个 AI 它确实是有它自己的理解的。不管虽然我们现在人类还没有完全就是搞不清楚它是怎么做到的，但是你基本上可以说它是有跟人类类似的理解的这种程度。那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说，是不是 AI 是不是 overhyped， 被炒作的过度炒作了，或者有人说是 underhyped， 对吧？那个 Eric Schmidt 谷歌的前 CEO 他就说完全就是 under， 完全大家还没有意识到他的低估了他的潜力。我现在也是在转向后一方，所以虽然大部分人咱们都不是做 AI， 包括我自己也不是做这种 AI 这种 engineer、AI researcher 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能 left behind。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一定要至少要多用它的。你就是只要有这种 AI 这种现在新的工具，你可以用在你日常的生活工作里面用的话，首先要用它们的，因为它可以把你的这种效率。把你的这种质量，你学习的质量、工作质量就提高非常多。包括咱们谈一个跟你比较相关的这 podcaster 这个工作，谷歌出了一个现在比较爆款的一个 AI 的产品叫 Notebook LM， 你可以把任何相关的这种文本的信息，比如说 PDF，放进去，完了你按一个键说，它就可以给你产生一个10分钟的。人类相当于2个人，就像在咱们现在一样它还是对话的 podcast， 而且非常的自然。就有一个非常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会有兴趣的话题，就是我们看到有非常多说我提供 AI 的一些，比如说 crash course，right 速成班，然后也有针对不同的模型的说你要怎么去多少节课学习这个，比如说就是 O4 let's say，right 怎么更好的去 prompt。那也有针对说 general 的，就是一般性的 AI 你应该怎么学？那到底应该怎么去学习这个东西？当然这是不同的 level 哈，有可能 engineer 有一套自己的这个东西，因为它还是一个职业发展的工具。那就说我说先说一般型的应用，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去学习这个事儿呢？是针对具体的已经有的产品去纵深学习呢，还是有一个其他的方法去学习呢？每个人的这种需求不一样，我觉得大部分人就是说，你不是直接从事这个 AI 开发的人的话，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找到最适合你的这个 AI 产品。也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出发，就是我知道我想在哪方面可以快速的提高我的生产效率，我就寻找这个。没错。那有什么好的寻找方法吗？这个现在问 Perplexity 就是还得问 AI 对吧？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现在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它能快速的把整个网络上的相关的信息拿过来，给你整合，完了给你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回答。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那从工程师的角度来讲呢，像这种他愿意做这个甚至研究这个为生的人，他们应该怎么学习啊？那就是要非常的go deeper 了，对吧？比如说谷歌有很多这种很好的这种 course，我觉得那还是要从那个基础走那些 course 的。那些基础其实又涉及到，就是说我们对孩子未来的下一代人的担忧就是说现在到底学什么东西，怎么学，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 $1 trillion question 我觉得不一定有确切答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1 trillion question 因为你很容易可以想象，他现在包括伊朗马斯克一直在说嘛，就是说人类很快就会达到这种极度的这种丰富，对吧？所有人几乎都不需要工作了，你就感觉就是想很快就会进入共产主义那种状态了，对吧？到底那个会不会实现不知道，但是我本人认为，对于孩子还在上学的这种孩子的话，我其实认为，当然你还是要大量的用这种 AI 的这种工具，帮助你学习和吸收这个知识。但是呢，有一些场景应该减少用 AI，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AI 它会很快就会取代所谓这种各种这个人类里面所谓这 junior job， 对吧 ？junior engineer 这种就基础的这种入门级的这种工作 ，AI 现在很容易会取代。是，但是 AI 现在还取代不了所谓这种 senior 这种比较高级的这种，因为它需要很多时间的积累，很多这种经验。因为很多那种这些经验在网上在 Internet 是没有的，所以说它机器也学习不了，它如果学习不到，它就取代不了你。但是机器不是说可以有 reasoning 推理的能力了吗？是，但那也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所以我自己来用，就比如说用 AI 写很多东西，但是比如说你现在是个高中生，一个小学生，你可以用 AI 说给我讲美国历史是怎么回事，给我讲美国宪政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不要用 AI 帮你写论文，因为最终来讲，这种你自己输出的这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将来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去判断一个 AI 给出你的答案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吧？因为你就完全依赖它了，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种输出的能力，这种创造能力还是人类非常重要的能力。而且这个 AI 越发达，就是越能驾驭 AI 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还是非常很深的这种叫 domain knowledge 的人。包括现在咱们用 AI 都一样，大家都知道这个 AI 就是说。它会 hallucinate， 它就是胡言乱语。其实它不是胡言乱语，这就是它的 by design 的 feature， 对吧？什么叫胡言乱语呢？就是说我把不相关的事情给你拿过来连起来了。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说这就是创造的过程呀。是艺术家很多不是表现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色吗？是呀，他搞出来一个你完全觉得是你在搞什么，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挺有意思的。是的，所以说它不是一个 bug， 它是一个 feature。
但是你怎么用它，你怎么识别它，你怎么控制它，最后还是要靠人啊。但这个就是说，人需要一个所谓的原初观念哈，就是哲学上讲 a priori， 它是基本上我已经有一个，其实有时候会涉及到伦理和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真善美的问题。什么是真相？什么是美善？是的，什么是真正的美？然后其实以后也许对人在这方面的要求反而还更高了呢。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不管怎么着，将来 AI 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作为一个人类，你的驾驭 AI 的能力，更重要了。是因为很多事情它可以帮你做了，但是你得给他一个对的方向，就是给他这个对的方向。他给你做出来之后，或者他回馈你之后，你要有能力判断他这个回馈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否则的话，你不就成了他的奴隶了吗？是，这里头可能有一些还是有可能是我们还不了解的本能层面，对吧？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感觉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哪一些地方不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教育的结果。Actually， 今天我还看到《华尔街日报》上有一个新闻说 ，MIT 啊，麻省理工，他原来有一个好像是学这个应用材料的一个人写了一个论文，然后这个论文非常非常的火。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太有洞见。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在这个应用材料的领域，现在 AI 确实能够让这些科学家在实验室能够快速的找到他希望那个材料，就是说最后呈现这种物理效果，他就能知道说，什么东西可能就可以用。是。然后，但是这个人的有一个观念是说什么呢？和你说的很像，就是本身对这个材料的这个东西有非常多洞见的人，他的用这个的效率会高得多。是的。然后同时呢，这个AI 这个事情呢，让这个实验室的工作呢，其实变得更痛苦了。就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说非常的难受。这种难受我没有仔细看，我在想可能是一种面对自由的晕眩哈，就是说哇塞，这个很焦虑啊。我们一方面我知道有一个巨大的巨好用的东西，你分分钟就能恨不得发现这个行业的一个底层的真相。这个东西也会让人其实变得非常的不舒适，你知道吗？是的，是的。反正我觉得这个 AI 这是头一次人类创造出了一个不确定性的有不确定的这种技术，对吧？之前就是说 computer science 就是说1+1就是2， 2+2就是4。甚至搜索引擎可能也就是说我就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给你找出来而已。那现在不是了。是的，所以说这是人类头一次就是自己创造出来一个，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怪物，对吧？就是说感觉跟自己很像，但是呢，本质上它又跟人还是不一样，对吧？你想它在模拟人类大脑这种运作，但是咱们人类大脑太神奇了，对吧？咱们可能人类大脑可能用就几瓦的这种电力，对，算力就能很容易做好太多的事情，效率太高，对吧？一个1-2岁的小孩子，你给他看1-2次猫和狗，他就知道。猫和狗，猫是猫，狗是狗，但是你用计算机的话，可能要几百万张照片，它才能用几年的时间，它就最后知道这个是猫，这个是狗。是，所以说从效率来讲，现在是这个虽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它跟人类的大还是还是太低级了。就它的效率还是挺低的哈，就是说假使我们这一场对话，我不知道需要大概多少个 tokens 可以我们这样的一个谈话。你觉得我们比如说早饭，我不知道我吃了一个 donut， 说你可能喝了杯牛奶，那这就是基本上我们所消耗的这个能源了。我都没吃早饭，我现在不吃早饭。但是如果说我们当然也没有说很多话，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你觉得用计算机或者是算力的话，它大概能用多少能源？太多，这简直是就是几百万级别的这种东西 token 啊。对对。OK， 那如果花电费，大概你能想象到花几 dollar？ 不知道，肯定是。能不能超过$10？你觉得？它这单价确实降了很多，但是说绝对还是很高的，我感觉。具体的不就算不太清楚。我相信他们就是说，即使是比如说 OpenAI 现在我用的这个 Pro 版本1个月20块钱，我相信它很多程度也是后面还在烧钱，对吧？它不会通过大家每个人交20块钱就够它盈利吧？应该不会吧？不会。OK， 因为当时你想它开始这个。现在大家都是20块钱，都是19.99块，why？
为什么谷歌也是这么多钱？这个 OpenAI 不 make sense 呀？谷歌的算力，谷歌的这种整个这种它这种data center 应该是更高效的呀。从理论上讲，谷歌应该更便宜啊。对啊，所以为什么谷歌也是？其实就是说 OpenAI 刚一开始 charge 这么多，大家都说 Why not？你 charge 这么多，我也 charge 这么多。其实它跟它后面这种算力没有直接的关系。肯定还是一直在往下走的，但是现在这个到底够不够？我觉得大家整体还是都是在烧钱的状态。呀，就说起来，我们最后一个稍微提一下中国吧哈。我们看到年初的这个 DeepSeek 的时刻，确实是搅动这个世界，还当时搅得昏天黑地。但是最近好像那个热度有一点点退潮，但是同时呢，美国不是最近又开始对这个华为那个叫什么芯片说。而且他那个商务部的说法很奇怪，它是一个出口管制的一个条例，但是他说的是说在世界任何地方不可以用华为的这个芯片。你觉得在未来，当然很多人已经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可能是和美国是并驾齐驱，甚至有可能已经超越了。你觉得未来的趋势有可能是什么呀？我觉得这个技术已经出来了，而且这个机理已经是被放出来了，这个小精灵，对吧？你 like it or not， 其实所有有能力驾驭它或者研发它的人都会做，中国也不例外，而且中国有强大这种研发能力，对吧？对，包括你看咱们在硅谷有很多是华裔的这种工程师、科学家非常厉害，所以说我觉得美国可能也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它现在唯一有优势的就是在芯片上，因为算法就是靠人，只要人能做出来的，美国能做出来的，靠中国现在这种人才资源也非常有可能能做出来。DeepSeek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虽然我没有详细去看，还有很多说，它有很多这种GPU 在做背景什么，但是说，因为它是一个 paper 啊，它是一个 open source， 它完全展现说，这是我的改进。对，所以它这个改进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它把这个拿出来给全人类，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中国因为到现在硅谷一直是领先这个嘛，就是说包括Meta 对吧？脸书它开源了这个 Llama。是，所以说现在很多这种小公司都是在 Llama 的基础上改善的，包括这个 Perplexity， 它自己也在做这个大语言模型，但是它的基础是在 Llama 上。今后中国也会做更多的贡献。所以说软件上很难说你一直领先。硬件确实现在有这个可能性。现在这就是现在的状态。脸书最近好像还是说他们推出他们自己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时间，他们觉得好像还是不是很 ready， 也挺奇怪的哈。他最早开源，他现在在这方面还感觉是落后了一点点。是的，这个我觉得在整个你看这个硅谷这个开源和闭源，其实有它一个很明确的逻辑。Apple 绝对不会把 iPhone、iOS 开源的。因为那对他来说是摇钱树，他完全没有必要，他要掌控整个生态系统。他是个这样自己闭环的生态。Google 为什么把这个 Android 开源了？就是因为 Google 觉得自己已经被领先了。光凭 Google 自己跟 Apple 打不了，所以我只能是叫一帮人，咱们打群架，对吧？所以说我自己也不做硬件。所以说我就把这个开源了，让硬件厂商用它，所以就形成了 Android 和这个 iOS 的对抗嘛。其实Meta 这种 Llama 感觉类似，他们其实也是 behind， 他们也没有发现这个 AI 它一下发展这么多了，我没有积累。我如果光自己做的话太慢，我就干脆开源，我就做一个另类。但是也挺好，他们用另一种方式给这个世界做了贡献。这就是说在斗争中有合作啊，在这个整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格局。硅谷这些厂商也是，可能美中之间也是。你像最近的这种和中东的，它这种新的动态，我相信也是一个复杂的博弈。我相信是的，根本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是的，包括你是现在美国肯定是想，比如说你所有的 GPU， 所有的英伟达的 GPU， 我都要能知道你
确切在哪儿，这能做到吗？你觉得？非常难，非常难。我觉得很难，非常难，因为现在你基本上互联网就是整个云计算，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连起来了嘛。你这个东西物理在哪儿，说实话不重要，在某一瞬间到底谁用了它，谁没用了它，你都很难回溯。你不可能说所有的网络每一个这个应用的，我每一个瞬间我都记录下来，那数据量太大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难的。这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吧？就像你刚才讲的 ，Perplexity 他们的新的搜索可以放在塞尔维亚，那你现在美国把算力放在中东，那中国也可以去用其他的方法去绕过。所以呀，不知道，我们就继续观察这个世界的最奇妙的变化。谢谢 Tommy 今天的时间和洞见的分享。好的，很高兴。